佛法的终极救赎究竟能包容到何种地步？佛教史上有这样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他是小乘经典中的顶级反派，是佛门公认的第一叛徒，更是忤逆重罪的典型代名词。他一生造下滔天恶业，震撼了整个佛门。他蓄意谋害佛陀，残害证得圣果的阿罗汉，破坏和合众僧，还教唆君王弑父篡位，造尽三界极重恶业，在世人与初学佛者眼中是无可辩驳的极恶之人，而他的结局也是世俗眼中恶业的终极果报。经中记载，他罪业成熟之时，大地骤然开裂，地底烈焰喷涌而出，他活生生带着肉身，当众坠入阿鼻地狱，也就是佛教里最深最苦、受苦无有间断的无间地狱，承受无尽苦报。可就是这样一位被万世唾骂的千古恶人，却被佛陀亲口认证，未来必将成佛。这可不是什么野史传说啊，这是清清楚楚写在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妙法莲华经》里的内容。佛陀不仅没有怨恨他，反而在法华会上当着无量无边的菩萨、天人、比丘四众，公开感谢这位叛徒，说自己能够成佛，全都是靠他的成就。这不是姑息罪恶，也不是善恶不分，这是佛法最顶级、最颠覆世俗的真相，藏着普通人一辈子都看不懂的修行真谛。听完这支影片后，相信你对善恶、对因果、对修行的理解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此之前，诚挚地邀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清净祝福，愿众生远离恶业，皆得圆满，也是为自己积攒一份善缘。这个人呢，就是提婆达多。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提婆达多其实是佛陀的亲堂弟。他的父亲是佛陀的叔父胡范王，和佛陀一样出身于释家族的王室，身份尊贵无比，而且他天资极高，相貌堂堂，在佛陀的弟子里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当年佛陀成道后回到家乡迦毗罗卫，提婆达多和阿难、罗睺罗等人一起跟随佛陀出家。他修行非常精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得了初禅，获得了神通。当时很多人都看好他，觉得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像佛陀一样的大成就者。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本该前途无量的修行者，最后却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随着修行的深入，提婆达多的内心慢慢生出了嫉妒和贪念。他看到佛陀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和供养，心里开始不平衡。他觉得自己的能力并不比佛陀差，凭什么佛陀就能做僧团的领袖，而他只能做一个普通的弟子？这种念头一旦生根，就再也无法拔除。为了争夺僧团的领导权，提婆达多开始一步步地走向深渊。他先是向佛陀要求，让佛陀把僧团交给他来管理，被佛陀断然拒绝。恼羞成怒之下，他就开始用各种恶毒的手段想要谋害佛陀。有一次，佛陀在灵鹫山讲法，提婆达多偷偷爬到山顶，推下一块巨大的石头，想要砸死佛陀。幸好金刚力士及时出现，用金刚杵击碎了巨石，但飞溅的碎石还是划伤了佛陀的脚，流出了鲜血。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出佛身血事件，是忤逆重罪里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一次不成，提婆达多又生一计，他买通了摩羯陀国的国王阿舍氏，让阿舍氏王放出一头喝醉了的大象，冲向正在王舍城托钵的佛陀。当时街上的人都吓得四散奔逃，只有佛陀安然地站在原地。当醉象冲到佛陀面前的时候，突然被佛陀的慈心所感化，温顺地跪了下来。2次谋害都失败了，提婆达多不仅没有悔改，反而更加丧心病狂。他把怒火发泄到了其他人身上。当时有一位叫莲花色的比丘尼，是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女弟子。
他看到提婆达多的恶行，好心前去劝阻，结果被提婆达多活活打死。杀害阿罗汉又是一条忤逆重罪。除此之外，提婆达多还教唆阿舍世王把自己的父亲平沙王囚禁起来，活活饿死，夺取了王位。教唆弑父破和合僧，他带着500名比丘离开僧团，另立山头，制定了自己的戒律，公开和佛陀对抗。就这样，提婆达多犯下了佛教里最严重的忤逆重罪，出佛身血，杀阿罗汉，破和合僧，教唆弑父，每一条都足以让他永堕阿鼻地狱，不得超生。最后，他的恶行终于走到了尽头。有一天，他在王舍城的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又一次诋毁佛陀。话音刚落，大地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一道裂缝在他脚下凭空出现，黑色的火焰从裂缝里喷涌而出。提婆达多连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带着他的肉身直直地坠入了阿鼻地狱。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这就是恶有恶报的最好证明。一个人作恶到了这种地步，落得这样的下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啊，这仅仅只是故事的开始。我们世人看人看事，永远只看表层的善恶对错，却看不透轮回背后的深层因缘。有些人只知道提婆达多堕入了阿鼻地狱，却从来没有读懂《法华经》里那段惊天动地的授记。在佛陀晚年讲《法华经》的时候，当着无量无边的听众，突然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秘密。他说：你们都以为提婆达多是我的仇人，是十恶不赦的恶人，其实你们都错了。提婆达多不是我的仇人，他是我生生世世的大善知识。佛陀说，我在过去无量劫中，为了求无上菩提，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轮回，在很多事里，提婆达多都视现我的敌人，我的磨难者，我的背叛者。他用各种方式折磨我，考验我，伤害我，让我受尽了世间所有的苦难。可正是因为有了他的这些折磨和考验，我才能够快速地圆满六波罗蜜，成就佛道。为了让大家相信啊，佛陀还讲了一个过去生的故事。他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发愿要成就无上菩提，为了求法，他愿意舍弃一切，包括自己的王位、财富、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生命。他击鼓宣令，告诉天下所有的人，如果谁能为他说大乘佛法，他愿意终身做那个人的奴仆，侍奉他一辈子。当时有一个仙人来到国王面前，说，我有一部大乘经典，名叫《妙法莲华经》，如果你愿意听从我的一切命令，我就把这部经交给你。国王听了之后欢喜踊跃，立刻就答应了仙人的要求。从那以后，国王就放弃了王位，跟着仙人一起修行。他每天为仙人采果、汲水、食薪、摄食，照顾仙人的饮食起居。就这样，国王整整侍奉了仙人1000年。1000年啊，朋友们，在这1000年里，他没有丝毫的怨言，没有丝毫的懈怠，一心一意地侍奉仙人，只为了求那一部《妙法莲华经》。佛陀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然后告诉大家，那个时候的国王就是我的前身，而那个仙人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由提婆达多善知识故，令我具足6波罗蜜，慈悲喜舍32相，80种好，紫磨金色，10力4无所谓，4摄法，18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觉，广度众生，皆因提婆达多善知识故。这是《法华经》里的原文，一字不差。我们一直以为善知识就是那些对我们好、帮助我们、鼓励我们的人，可佛陀却告诉我们，那个伤害你最深、折磨你最狠、让你受尽苦难的人，也可能是你生命中最珍贵的善知识。是啊，
顺境只能养你的身心，只有逆境才能练你的心性。各位想想看，如果你的一生都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挫折和磨难，你怎么可能学会忍辱？怎么可能升起出离心？怎么可能圆满你的慈悲和智慧？佛陀在成佛之前需要圆满6波罗蜜，布施需要你舍弃你最珍贵的东西，持戒需要你克制你最强烈的欲望，忍辱需要你承受别人对你的伤害，精进需要你克服你的懒惰和懈怠，禅定需要你在混乱中保持内心的平静，智慧需要你在痛苦中看清生命的真相。这6样东西没有一样是在顺境里能够圆满的，而这一切提婆达多都帮佛陀做到了。他多是扮演那个恶人，用最极端的方式逼着佛陀去成长、去突破、去圆满。他就像一个最严厉的老师，用最苛刻的方法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了最伟大的觉者。可他自己呢，他却甘愿堕入阿鼻地狱，甘愿被万世唾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慈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牺牲？这还不是最震撼的。最震撼的是，佛陀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当众给提婆达多授记。佛陀告诉四众，提婆达多却后过无量劫，当得成佛，号曰天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提婆达多也会像佛陀一样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成为一尊佛，名号叫做天王如来。天王如来这个名号其实大有深意，天代表着光明，王代表着自在。天王如来就是能够在最深的黑暗里带来最耀眼的光明，能够在最痛苦的地狱里救度最苦难的众生。你想想看啊，还有谁比提婆达多更了解恶人的内心？当他成佛之后，他度化的一定是那些其他佛难以度化的，造作了极重恶业的众生。他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在黑暗里挣扎的众生，不要放弃，哪怕你犯下了天大的罪过，只要你回头，佛性永远都在等着你。所以你看，善恶的终极本质从来都不是行为的表象，而是心性与因缘的流转。同样一个行为，出于不同的心性，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提婆达多造下忤逆重罪，从世俗的角度看是十恶不赦的恶人，可从菩提心的角度看，他是为了成就佛陀的道业，为了给众生示现因果不虚，为了未来度化更多的恶众生而甘愿牺牲自己。这是一种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最极致的慈悲。这种菩萨在大乘佛教里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逆行菩萨。很多人只知道有顺行菩萨，就是那些行善积德、慈悲度众、示现好人形象的菩萨，比如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们都是顺行菩萨的代表。可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种菩萨叫做逆行菩萨。他们不示现善相，反而示现恶相；不示现顺境，反而示现逆境；不示现慈悲，反而示现愤怒、伤害、背叛。他们用一种和我们认知完全相反的方式来度化众生，来成就佛法。圣严法师曾经在《绝妙说法·法华经》讲要理开示过，逆行菩萨的信仰是大乘佛教最深刻的思想之一。他告诉我们，菩萨的慈悲是没有任何分别的。为了众生的利益，菩萨可以实现任何形象，做任何事情，哪怕是被世人误解，哪怕是堕入地狱，也在所不惜。宗顺法师也说过，提婆达多是佛教史上最著名的逆行菩萨，他用自己的一生给我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他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评判一个人的善恶，
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轮回背后的真相。逆行菩萨的示现通常有3个目的。第一，是为了成就修行者的道业，就像提婆达多成就佛陀一样，他们通过制造逆境来磨练修行者的心性，帮助他们快速圆满波罗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折磨我们的事儿，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逆行菩萨，他们看起来是在害你，其实是在帮你。第二，是为了警示众生因果不虚。逆行菩萨是现造恶业堕地狱，就是为了告诉世人善恶有报，因果不爽。你不要以为做了坏事没有人知道，不要以为可以侥幸逃脱，哪怕是菩萨示现也要受报，更何况是我们凡夫呢？第三，是为了彰显佛性的圆满。逆行菩萨最终也会成佛，这就证明了佛性是遍一切处的，没有任何众生是不能被救赎的，哪怕是最恶的人也有成佛的可能。很多人学佛学了一辈子都学成了二元对立，他们觉得好人就应该永远好，坏人就应该永远坏，学佛的人就应该一帆风顺，遇到任何不顺都是业障现前。可是啊，真正的佛法是超越二元对立的，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没有绝对的顺境，也没有绝对的逆境。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缘的流转，都是佛性的显现，只是我们凡夫被自己的分别心所蒙蔽啊。前2天学生问我，不对啊，师父，既然大乘佛教说提婆达多是逆行菩萨，未来会成佛，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说他是永世不得超生的恶魔呢？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了佛教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这也是很多人学佛容易产生困惑的地方。实际上啊，不同的佛教流派对提婆达多的评价是天差地别的。我们先来说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南传佛教的巴利三藏里，提婆达多就是一个纯粹的恶人，一个佛教的叛徒。他因为嫉妒佛陀，所以犯下了忤逆重罪，最后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南传佛教不承认提婆达多是逆行菩萨，也不承认他未来会成佛。然后是北传的部派佛教，比如说一切有部，在他们的经典里，比如《杂阿含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提婆达多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他们详细记载了提婆达多的各种恶行，把它作为反面教材，警示后人不要作恶。只有在大乘佛教的经典里，比如《法华经》《华严经》《大般涅盘经》《宝积经》，提婆达多才被描述为身为菩萨的示现，是佛陀的大善知识，未来会成佛。我那个学生当时就懵了，说这肯定是其中一方错了，要么是南传错了，要么是大乘错了，其实都没有错。这不是教义的对错问题，而是传承的视角和修行体系的不同。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承的是佛陀最原始的教法，他们更注重的是个人的解脱，更强调的是因果的严谨和戒律的清净。对于他们来说，善恶是分明的，因果是丝毫不差的，造了恶业就一定要受报，没有任何侥幸。所以在他们的体系里，提婆达多就是一个纯粹的恶人，是所有修行者都应该远离的对象。而大乘佛教更注重的是普度众生，更强调的是佛性的圆满和慈悲的广大。他们认为佛法的终极目的不是让少数人解脱，而是让所有众生都能成佛。所以他们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二元论，看到了轮回背后更深层的因缘和菩萨的方便示现。这两种观点其实是佛法的一体两面，一个是基础，一个是升华。对于我们凡夫来说，首先要学习的是南传佛教的因果观和戒律观。我们要明辨善恶，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要因为听了提婆达多的故事就觉得作恶也没关系。
反正最后也能成佛，那是对佛法的误解。有一点一定要切记，提婆达多那样的逆行是只有登地以上的大菩萨才能做的事情。我们凡夫没有那样的菩提心，也没有那样的定力和智慧。如果我们学提婆达多那样去作恶，那等待我们的就只有阿鼻地狱的果报，没有任何成佛的可能。而当我们的修行到了一定的境界，有了一定的智慧之后，我们再去学习大乘佛教的圆融思想。我们要学会超越二元对立，学会用更包容、更慈悲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所有的众生。真正的学佛从来都不是偏执一端，既不能只相信因果报应而否定佛性的圆满，也不能只相信众生皆可成佛而否定因果的严谨。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佛法。看懂了这种差异，你才真正看懂了佛法的包容和博大。如果说前面的内容还只是佛教教义的探讨，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立真相的研究。这可能会颠覆你对提婆达多所有的认知。现代佛教学者通过对原始佛教文献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历史上真实的提婆达多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恶人，他其实是佛教早期最重要的改革者之一。季羡林先生在他的著名论文《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中，明确指出，提婆达多同释迦牟尼的矛盾绝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了丑化对立面，后人编造了许多他谋害佛陀的故事。印顺法师也在他的《印度佛教思想史》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提婆达多和佛陀的矛盾本质上是佛教内部关于戒律和修行路线的分歧。那么他们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呢？提婆达多主张的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头陀行，他提出了天授五法，也就是5条戒律。第一条说的是禁受者粪扫衣，就是一辈子只穿别人丢弃的破衣服做成的衣服。第二条禁受乞食，就是一辈子只能靠托钵乞食为生，不能接受别人的单独供养。第三条呢，禁受一坐食，说的是一天只吃1顿饭，而且只能是坐着吃。第四，禁受露坐，一辈子只能在露天的地方居住，不能住在房子里。第5条，禁受不食鱼肉，即一辈子不能吃任何肉类和鱼类。提婆达多认为，只有严格遵守这5条戒律，才能快速地证得涅槃。而佛陀的观点呢，则比较灵活。佛陀认为，戒律是为了帮助修行，而不是束缚修行，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众生制定不同的戒律，不能过于极端，也不能过于宽松。比如，佛陀允许弟子们接受别人的单独供养，允许弟子们住在精舍里，也允许弟子们吃3净肉，这些都和提婆达多的主张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提婆达多觉得佛陀的戒律太宽松了，这样会让僧团变得腐败，失去修行的本质。而佛陀觉得提婆达多的戒律太极端了，大多数人根本做不到，这样会把很多想要修行的人挡在门外。这种路线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僧团的分裂。提婆达多带着500名认同他观点的比丘离开了佛陀的僧团，另立山头，建立了自己的教团。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破和合僧事件。它不是因为提婆达多的嫉妒和贪婪，而是因为2种不同的修行理念的冲突。至于那些推石伤佛、放罪像、害佛、杀害莲花色尼的故事，季羡林先生认为很可能是后来的部派佛教为了贬低提婆达多，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性而编造出来的。因为在最原始的巴利经藏里根本就没有记载这些谋害事件，巴利经藏里关于提婆达多的记载全部都集中在他分裂僧团这件事上。
佛陀对提婆达多的批评，也只是说他贪图名闻利养，破坏僧团的和合，从来没有说过他想要谋害自己。而这些谋害故事，最早出现在佛陀涅槃后几百年才成书的北传律藏里，而且越晚出的经典，故事越详细，神话色彩越浓厚。更有意思的是提婆达多的教团并没有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很快就失败了，它在印度可能流传过上千年。公元400年左右，东晋高僧法显西行求法，在印度亲眼看到了提婆达多派的僧人。他在《佛国记》中写道：吊达亦有众在，常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200多年后，唐代高僧玄奘和义净也在印度看到了提婆达多派的活动。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西方有大天部，即是提婆达多之一义也。彼等行头驼形，乞食，着粪扫衣，为是苦行。这意味着提婆达多的思想和教派在印度一直流传到了公元8世纪左右，比很多正统的佛教流派存在的时间还要长。当然，我在这里说这些，不是为了否定佛教经典，也不是为了给提婆达多翻案。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无论是作为反派的提婆达多，还是作为逆行菩萨的提婆达多，还是作为改革者的提婆达多，其实都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同解读。而这些不同的解读共同构成了提婆达多这个人物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也让我们能够从更多的角度去理解佛法，去理解人性。讲了这么多，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个2000多年前的故事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学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提婆达多的故事给我们普通人的修行带来了3个最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启示是要破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我们生活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把人和事分成好的和坏的，对的和错的，顺境和逆境，朋友和敌人。我们喜欢好的，讨厌坏的；我们追求顺境，逃避逆境；我们亲近朋友，远离敌人。可提婆达多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好和坏，也没有绝对的顺境和逆境。你以为的好人，可能在某些时候会伤害你；你以为的坏人，可能在某些时候会成就你；你以为的顺境，可能会让你堕落；你以为的逆境，可能会让你成长。我见过很多人在顺境的时候春风得意，不可一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结果最后摔得很惨。也见过很多人在逆境的时候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结果正是那段逆境让他们看清了生命的真相，从此脱胎换骨。所以不要轻易的去评判任何人和事，不要因为遇到了顺境就沾沾自喜，也不要因为遇到了逆境就灰心丧气。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有来到你生命里的人和事都是为了成就你而来。第二个启示是要感恩你生命中的逆行善知识。什么是逆行善知识？就是那些伤害过你、背叛过你、欺骗过你、折磨过你的人。我们总是感恩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更应该感恩的是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因为正是他们让我们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宽容，学会了放下。正是他们让我们看清了人性的复杂，看清了世界的真相。没有他们，你永远都不会真正的长大；没有他们，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内心到底有多强大。佛陀说，忍辱是最大的精进，
而忍辱恰恰是需要有人来给你创造机会的。如果没有人伤害你，没有人侮辱你，你怎么可能修得成忍辱波罗蜜呢？所以下次当你再遇到伤害你的人的时候，不要怨恨，不要愤怒，你要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来成就我。第三个启示是要升级你的因果观。很多人对因果的理解还停留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浅层阶段。他们觉得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明天就应该得到好报；我今天做了一件坏事，明天就应该得到恶报。如果没有得到，他们就会怀疑因果，甚至否定因果。可提婆达多的故事告诉我们，因果是非常复杂的，它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它贯穿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甚至是无量劫。你今生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你过去生造作的业力的结果，而你今生造作的业力又会影响到你未来生的果报。而且因果的本质不是外在的奖惩，而是内心的成长。善业会让你的心变得更加清净，更加慈悲，更加智慧；恶业会让你的心变得更加染污，更加贪婪，更加愚痴。所以不要去纠结于眼前的得失，不要因为做了好事没有得到好报就放弃行善，也不要因为做了坏事没有得到恶报就心存侥幸。你要相信因果不虚，报应不爽，你所做的一切最终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真正的修行不是去追求外在的福报，而是去净化自己的内心。当你的内心清净了，福报自然就会来。当你的内心觉悟了，你就已经成佛了。讲到这里，提婆达多的故事就差不多讲完了。听完之后，你心里或许还有很多的疑问，还是会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了。这很正常，因为佛法的真相本来就不是我们凡夫的思维能够轻易理解的。提婆达多的成佛传奇从来都不是在纵容罪恶，恰恰相反，它是在告诉我们因果是多么的严谨，哪怕是菩萨示现也要受报。同时它也在告诉我们佛性是多么的圆满，慈悲是多么的广大，哪怕是犯下忤逆重罪的千古恶人，也有被救赎的可能。黑暗是光明的底色，磨难是圆满的必经。世间一切因缘皆为成就你而来，我们每个人的成佛之路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各种各样的伤害，各种各样的背叛。但请你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是你修行路上必须经历的功课。当你有一天能够笑着面对所有的伤害，能够感恩所有的磨难，能够放下所有的怨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善知识，原来你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儿都是在帮助你走向觉悟。愿大家都能读懂这份智慧，心生包容，懂得修行。最后啊，今天影片的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点个热推，让更多的人能够破除执念，看到佛法的真相。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悟和心愿，有能力的也可以随喜布施。感恩看到这里的所有新朋友和老朋友。哦，对了，留言区的信息实在太多，难免会有疏漏。如果大家在佛学修持或心理成长方面有需探讨的问题，可以多留言几次，或隔段时间再提醒我，在此深表歉意。好了，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